本周美股开局上蹿下跳，今天夜盘科技板块再次暴跌，想抄底怕抄在半山腰，想要出场吗？又亏了那么多，心有不甘。在这样一个极端环境下呢 ，Harry 用一句话亮明战术：以不变应万变。Hello， 我是 Harry。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27号，特斯拉跌到了300美元附近，是黄金坑还是无底洞？谷歌能不能够在310美元附近学着巴菲特抄底？英伟达一夜暴跌到196，能不能够加仓？美光的压力位再次出现了光头阴线，会不会跌回到800以内？微软、亚马逊、Meta 的财报波动概率是多少？这期视频呢 ，Harry 会结合消息面和技术面给你答案，你将知道在哪个位置进场获胜的概率更高。记得打开订阅加小铃铛，随时复盘，马上开始。纳指跌破了25000点的关键位置。收盘呢，昨天是在24932，也就是说已经跌破了这个三角结构，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向下的重力还不太明显。Harry 个人认为呢，后续震荡偏下行的概率更高主要是因为本周的财报季我会看一个波动剧烈。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轮会下跌的这么明显？首先呢，我认为市场目前主要是面临了2大压力。第一个压力就是估值压力。这一波 AI 的浪潮呢，推动了科技股大幅上涨很多的股友都觉得自己是个股神，畅想着未来可以环游世界，换大平层，换大别野。其实呢，很多公司的股价已经提前反映了未来几年的增长预期，所以一个优等生考了95分，它已经不足以满足大家的期待，必须要考到99到100分才能够获得新一轮的赞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公司的财报，比如像谷歌，财报看起来不错，数据也不错，但是呢，股价依然下跌。所以这一轮的财报季下跌的概率会偏高。第二个压力呢，就是关于 AI 的投资回报的问题。整个市场呢，并不怀疑 AI 的未来，但是投资者包括机构都开始计算另一笔账。就像呢，我们花了很多的钱供你去读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投了那么多钱，出来赚到的钱远远低于投入的钱，那当然就会引发这个投入产出比的不满。各家公司呢，投入了这么多资金建设数据中心，购买 AI 芯片，扩充算力，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转化成利润？如果呢，投入持续的增加，但是回报的速度没有达到预期，那么市场呢就会重新的评估科技股的估值。所以呢，本周非常关键，微软、Meta、亚马逊将陆续的公布财报。如果这些科技巨头的财报能够证明 AI 投资正在产生效果，市场的信心呢可能就会重新恢复，科技股呢有机会迎来反弹。但如果市场发现 AI 投入越来越大，而盈利兑现的速度不足，那么调整可能还会继续。所以这是 Harry 根据整个基本面得出来的判断接下来震荡下行的概率会更高。那在这样的局势下，个股如何把握？我们接着来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特斯拉。Harry 认为特斯拉在285到300美元之间已经具备了左侧布局的价值了。但如果我们谨慎一点的朋友呢，可以等到止跌信号出现，再考虑分批介入。从技术面来看呢，特斯拉这一轮下跌已经释放了较大的抛压，而且成交量是在同步缩小的。最近的这几天呢，出现了明显的量价齐跌的现象，但是呢，成交量是越来越小，也就是形成了缩量价跌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告诉我们短期资金还在撤离，但是随着股价的不断下移，恐慌盘已经逐渐的释放，那市场呢也有可能开始寻找新的支撑位置。如果真的跌破300美元呢 ，Harry 认为285到30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区域。从它的整体估值、还有市场情绪以及历史筹码来看呢，这个区间的风险收益比呢会开始改善。如果股价继续的下跌放量下跌，没有明显的企稳，那么只能够小仓位的试探。但如果出现了这种缩量止跌，或者是长下影线、阳线反包等等的结构那么这个位置的布局价值就会明显提高。从消息面来看呢，特斯拉的这次暴跌的核心原因并不是业务出现问题，而是整个市场的重新的评估它未来的预期。财报显示这个特斯拉的营收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呢，它的利润率和现金流的承压非常明显。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它的大量资金正在投入自动驾驶或者是人形机器人以及它的 AI 基础设施当中。市场呢担心特斯拉
未来什么时候能够兑现这一部分的收益。以前呢，投资者愿意给特斯拉更高的估值，是因为相信它不仅是一家汽车公司，而且还是一家 AI 机器人和自动驾驶公司。但当这个短期利润下降的时候呢，华尔街就会重新的计算这些未来的故事到底值多少钱。不过呢，特斯拉最大的特点就是股性非常强，市场的情绪呢对于股价影响很大。如果后续马斯克继续的释放出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市场预期可能很快就会反转，那它的股价呢也有可能迎来快速的修复和反弹。所以呢，目前我的策略就是$300附近看机会，285到300美元等信号。如果保守一点的话，不用追跌，但是呢也不要恐慌的卖出啊，这个是给到特斯拉的投资者们的一个建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呢已经在昨天跌到了196啊，能不能加仓？Harry 的判断是在190到185之间，也就是画的这2根线的中间买入啊，这个获胜的概率会更大。虽然呢现在还是一个左侧的判断，因为现在的股价还没有跌到这个位置啊，但是呢 Harry 给出这个观点呢是有几个理由撑着的。首先呢，在技术面方向已经出现了底部的信号啊，这个是一个盘前的结构啊，已经出现了蓝 K， 那么对应的前低点的位置也正是蓝 K 加上钱袋子的信号，这是我们趋势工具里面比较靠谱的一个底部预警的信号。虽然呢受到了消息面的影响啊，整个股价刺穿了子带，但是这个本身是在一个上升通道当中的，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子带啊是一个上升趋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呢也就意味着这一天的下挫更多的是来自于消息面的一个影响。如果它能在190止住啊，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呢 Harry 个人认为在185到190之间止跌的概率会更高。其次呢，为什么不看到更低的位置啊？像昨天这根阴柱啊5%的下跌，但是呢成交量没有放大很多啊，并没有形成恐慌性的这种巨量柱。常规的下跌呢5%，量能没有失控啊，说明整个市场对于英伟达的未来并没有彻底的失去信心。如果要真的跌到像之前165的位置，是需要更大的量能做配合的，但目前还没有看到。第三个原因就是本周的时间窗口很关键啊，因为接下来呢Meta 和微软还有亚马逊这3家的财报陆续登场，整个科技板块呢大概率会进入到一个震荡期。财报带来的波动啊，反而可能成为一个止跌的契机啊。那把这3个判断叠加在一起，技术信号、量价行为，包括时间窗口185到190之间啊，就值得大家去重视了。那么对于英伟达呢，短期就要盯住一个外部信号，就是关于微软、Meta 和亚马逊的财报当中，市场紧盯的 AI 投资回报率这个核心指标。哪一家公司啊，如果敢说它的 ROI 在改善，那么整个板块呢都可能瞬间的反抽。这个时候呢，它185到190的底部就被撑出来了。但是呢，上方要到达210到214啊，这个短期的第一道坎，才能够谈更大的修复空间。后续如果放量突破210到214啊，说明短期趋势转强，就可以找到更确定的右侧的加仓信号。那如果大家想要及时的收到关于盘面点位的预测也可以点击链接加入我们内部的交流群。Harry 呢会把文字版的参考信息做及时的更新。好，这个是关于英伟达的一个判断。好，再来看一下谷歌。Harry 的观点呢也很直接啊，如果谷歌能够跌到$310美元附近，就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位置。首先呢，谷歌这家公司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它的经营很稳健，它的数据漂亮，云业务持续高增长，只是市场现在对于这个 AI 投入产出比比较敏感，对它的这个资本开支产生了一些担忧。但是这些担忧呢更多的是一个情绪层面，因为公司的基本盘没有松动。从技术面来看呢，现在已经快要走到 9K 的位置啊，这个是盘前的 K 线啊，大概率今天会形成这一轮下跌，从第一天到现在已经3天过去了，下跌的动能明显的放缓啊，它的反弹也慢慢的出来了。那按照 TD 序列的逻辑啊， 9K 往往意味着阶段性调整进入了尾声啊，它是一个趋势延续性的判断，即便还有反复下跌的风险也已经释放的比较充分了。所以呢，310这个位置应该说是比较大概率的一个止跌位。
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最低也就跌到了 314.89 的位置啊，离310很近，但是还没有达到。接下来呢，这几天的财报窗口期呢还有可能出现波动啊，所以 Harry 才给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如果真的到了310对中长期来说绝对是一个机会。Harry 自己呢，在320进了一小部分的仓位啊，虽然没有等到310但是在320进场呢，我个人认为也没什么问题如果未来有低于310，甚至是300到310之间的位置，那股民朋友完全可以作为左侧加仓的一个参考区间。上方第一道压力位呢，我们先看到5号 K 线的位置大概是342，这个位置呢也是趋势图这个黄带下沿的支撑位，属于一个信号共振区。那5号 K 线和1号 K 线呢，在 TD 序列当中都是作为关键的支撑位和压力位来做参考的。如果后续股价上涨，把这个缺口补到这个5号 K 线的下沿说明这一轮的反弹已经走得很扎实了。所以呢，总结一下如果你愿意接受像谷歌这样的稳健偏慢的大票风格这几天在310到320之内分批建仓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是在公开平台给大家一个建议那 Harry 呢保守一点更倾向于让大家越靠近310的位置进场越好。好，这个是关于谷歌。好，再来看一下美光。最近呢，真是存储这个利空不断。在之前视频当中 ，Harry 也提醒过大家，黄色区域面临着上方的一个压制。如果在中轨偏上的位置出现一些顶部信号包括这个地方出现了黄 K 的预警信号，那后续都要注意果然的后面确实下跌了。不管是消息面本身，还是这个位置的压力对于股价来说都是构成一定的下探的概率。上一个交易日呢收了一根光头阴线，这个 K 线形态出现在这种压力位说明短期内想要向上突破概率不高。那目前呢，结合技术面包括消息面来看美光还是有点不够踏实随着这个财报季包括美联储信号的密集的到来任何一个变量对于这个科技股不友好，美光继续承压的概率都挺大的。那如果有朋友问到美光有没有可能跌到800以内因为之前的 Harry 也说过，在800以内做一个加仓或者是建仓性价比很高。Harry 认为现在当下环境下有一定的概率，如果这一周的财报出现一些利空那跌破800并不是意外的事儿。所以现在想要进仓的朋友可以再等一等哪怕跌一跌都有可能出现更加稳妥的介入时机。那从基本面来看呢，美光作为存储芯片的龙头，公司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 HBM 包括 DDR5 的需求依然是旺盛的，订单呢能够排到了未来好几年。只是当前市场对于 AI 存储的供需节奏和行业整个量产存在一个分歧，这种担忧呢更多是情绪层面的波动，而不是公司逻辑本身出现了问题。所以呢 Harry 建议很明确，如果看好美光不妨等一等，等它靠近800甚至进入到800以内再慢慢的分批加仓，胜率和性价比都会更高一些。好，这个是关于美光。好，最后呢，我们对于本周要公布财报的3家科技巨头做一个简单的预测其实呢，这些科技巨头的财报大概率业绩都不会差。问题呢，从来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花了多少钱去赚这些钱。现在的华尔街呢，盯的就是 AI 资本支出，市场已经默认你业绩会好。但如果你在财报当中宣布继续加码 AI 投入那对不起，股价先砸为敬。微软、亚马逊和 Meta 呢，在 AI 资本支出上一个比一个狠，全是铁头没有一个软的。所以呢，这次财报季他们的核心看点根本就不是业绩数据，而是你到底还要烧多少钱，什么时候能够烧回本。这句话才是决定股价短期方向的关键。那我们再来分开看一下每个股票在过去的财报季当中的表现微软是本周三盘后进行一个财报的公布，那么在过去的7个季度当中，7次5跌只有2次上涨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财报之后呢凶多吉少。那这次呢，微软的财报大概率也是如此这个数字不会太差，但是呢，公司很可能再一次的宣布上调资本开支的指引。所以呢，目前没有入场的朋友呢，可以不用急着去追等到周三盘后情况明朗之后再做打算。再来说到 Meta 同样也是周三盘后出财报不过 Meta 的历史规律跟微软不太一样，在过去的14次的财报当中呢， Meta 有9次上涨只有
5次是下跌的，而且这次财报前呢，这个期权市场给出的波动预期是正负8.19%啊，它的幅度不算小啊，所以呢，想在财报前买入的朋友，建议也是不要轻举妄动啊。后天呢，财报一出，再来看具体情况做决定。我最新给到的开仓和加仓的点位呢，大概是在540附近啊，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最后呢，是关于亚马逊。它是在本周盘后啊进行一个财报的公布。那亚马逊呢也是 AI 资本支出的头号玩家之一。美国银行呢预计它可能会进一步上调资本支出预期，重点就投向包括这个数据中心啦，包括英伟达的 GPU 啊、AI 芯片啊等等的啊，包括网络基础设施。那它财报之后表现没有明显的涨跌规律。14次有7涨7跌，但是呢，这一次财报前也没有看到太多超预期的信号啊。基本面来看呢，这个预期差有限，所以这个呢是 Harry 针对目前这3只股票的现状以及过往财报的表现啊做的一个概率展望。如果大家也有关注到这3只股票的进展啊，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参考。那后续呢Harry 也会在财报公布之后，对这些股票做一个重点的跟踪和点位的预判。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大盘和个股的信息的拆解啊，也希望能够对你的交易有帮助。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加上小铃铛。好，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见。